男人拉开窗户，大跨步迈了出去，在近100米高的楼层边缘，只是向下看一眼，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发怵。男人无比紧张，可还是颤抖着爬了出去。他紧紧贴着墙壁，大口呼吸，让自己放松。尽管他移动缓慢，楼下的人群还是发现了高楼上的男人，随后纷纷呼喊着快报警。伴随着发现的人越来越多，交通也开始逐渐拥挤。很快，警察赶到了，他们疏散人群，开始劝说他不要想不开。看着楼下犹如蚂蚁大小的人群，男人再次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。尽管无比害怕，可他还是要坚持下去。男人叫威廉，原本是个警察，由于被诬陷盗窃价值4000万的钻石，得到一个25年的监狱大礼包。这天，他正在监狱艰难求生，同事却突然找上门，说父亲去世了。迫于人道主义，狱警只能让他参加追悼会。谁知在葬礼上，他和弟弟大打出手，最终夺过手枪，制造混乱后成功逃离。看着犯人逃走，警察迅速集结，当场来了一段速度与激情。眼看就要被捕，威廉一脚油门，不顾前方疾驶的火车，直接冲了过去。等警察追上时，威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他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，反而来到市中心的高楼上。得知消息的警察迅速分散人群，并拉起警戒线，随后设立缓冲气垫，并派出一名专业的谈判专家去开导宽慰他。但威廉却丝毫不领情，反而要求换个美女。眼看楼下人越来越多，为了不让舆论发酵，警方只好满足他的条件。很快，小姐姐警察来了。看着现场，他无比疑惑，眼前的男人明显是不想死，可他为什么要爬出窗外呢？看着男人在给自己跳楼鼓气，他只好上前打招呼。Mr. Walker, I'm Detective Lydia Mercer, and I understand you asked for me. 男人站在21楼阳台外准备跳楼，这举动吸引了大量围观人群，警察也迅速赶到进行谈判。所有人都没注意到，隔壁金库的大楼顶部有2人正准备潜入，赫然就是威廉的弟弟和女友。原来盗窃钻石才是威廉的真正目的。当年他身为警察护送钻石被富翁陷害，本该破产的富翁因保险东山再起，他则被关在监牢里25年。威廉这次要用偷窃钻石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由于富翁的金库在市中心，这里人来人往，想要潜入必须从楼顶爆破，可爆破的声音太大，根本无法实现，所以威廉用跳楼来吸引群众的注意。只见弟弟和威廉沟通时间后，就开始在地上打孔放入炸弹，再用床垫盖上减少爆炸声音。随着威廉用跳楼的姿势制造骚乱，炸弹也被引爆，虽然还是有些许声音，但警察根本就没当回事儿。紧接着2人成功潜入，而为了避免女警怀疑，威廉假意想要抽烟冷静，但这也让他的指纹暴露。警方开始迅速核对男人身份，而弟弟这边也成功停下电梯井的排风扇，并切换到手动操控。保安虽然发现电梯移动，可看监控没有异常后，也并未多想，继续和同伴们闲聊男人跳楼的原因。殊不知，就这一小会儿的功夫，弟弟已经顺着绳子下降，成功撬开了通往金库的道路。随后用照片将监控器瞒过去，等保安回头的时候，丝毫没注意到画面已经被替换了。可这才是第一步，2人刚要继续前进，却发现新安装了一个传感器，这是地图上没标出来的。他们想询问威廉如何处理，可威廉正和女警拖延时间，只能隐晦地暗示他们冷静。不知道如何处理的2人决定赌一把，拿起灭火器一阵乱喷降温。不曾想用这招真的能成功突破，而警察根据指纹也发现了男人的身份，他叫威廉，是一个偷窃钻石的越狱犯。钻石附近好像就是失主的金库，于是连忙通知保安查看监控，并派出部队去保险库内查看情况。为了给同伴争取时间，男人站在楼顶向楼下疯狂撒币，看到钱，所有人瞬间瞪大双眼，蠢蠢欲动。与此同时，弟弟也开始在屋内安装监控。随着钱越撒越多，人们突破警戒线，不顾阻拦开始疯抢。虽然成功拖延了一小会儿，但警察还是成功进入电梯。听着威廉的催促，2人无比慌乱。好在最后一刻，他们爬进了通风管道。面对警察的质疑，保安说这里都是传感器和监控，万无一失，根本没问题，完全没注意到传感器上的水滴。
等他们离开后，弟弟根据之前记下的密码，再次潜入保险库，在一番操作后成功开启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里根本没有钻石。而另一边，女警也觉察到威廉有其他目的，开始不停地质问。威廉只好向她讲述自己被陷害的事情。女警听后想调查这起案件，却遭到了上司的阻拦。显然案情真的有猫腻。就在这时，弟弟不小心触发警报，警长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开始封锁大楼，让富豪去亲自检查有没有物品损失，同时调来特种小队，准备强行抓捕威廉。见大势已去，威廉急忙抱住一人，学着蜘蛛侠荡向另一栋楼。眼看身后追兵不断，他不得不铤而走险，在顶楼跑酷。而另一边的富豪巡视一圈金库后，悄悄打开一个暗格，里面赫然就是失窃的钻石。他犹豫再三，还是觉得放在自己身上安全。可他刚回办公室，就被弟弟和女友按下。原来警报是他们故意触发的。他坚信富豪谁也不信，一定把钻石放在自己身上。把富豪铐起来后，他们把东西递给了前台，显然这个前台也是他们的帮手。富翁不想认输，挣扎着给保安打去电话，对大楼进行封锁。与此同时，威廉也逃窜到这栋大楼，看着身后都是持枪警察，他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很快，他再次跑到屋顶，警察毫不留情地开枪射击，显然是收到了灭口的指令。危急关头，女警阻止了射杀，威廉也只好举手投降。突然，富翁带着弟弟出现，如果不交出钻石，现在他的脑袋上就会多一个洞。见状，威廉只好乖乖交出。然而他们低估了警长的贪婪，拿到钻石后还是想击毙他们。危急关头，威廉的同事小黑赶到，将警长射伤。楼上的事情虽然处理好了，但钻石还是没拿到。而向楼下望去，富翁正嘚瑟的飞吻，这把威廉气得够呛，想着自己反正都要死，不如拼一把。看着富翁正混入人群，就要逃之夭夭，威廉一个助跑飞跃。眼看自己被威廉追上，可富翁还是不怕，因为周围已经围满了警察。就在威廉抉择的时候，路人看不下去了，而威廉也趁机出手，狠狠给了富翁一拳，随后高高举起那枚钻石。故事的最后，男人成功洗脱了自己的罪名，富翁和那几个黑警锒铛入狱，而那个前台就是威廉的父亲。他们对这次行动策划了1年，最后父亲用假死帮助儿子洗刷冤屈。